这是一个有着龙纹身的男人，他正在帮妻子打水，而妻子正遭遇生死危机。上一秒还笑着看着母女俩，下一秒脸色突变。只见他手上结出了寒冰，用意念石手掌结出冰刺，恶狠狠地盯着他们。而男人正是碧寒。此时他突然听到一声惨叫，立马扔下水桶，赶忙往家里跑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回到家，只看到妻儿已冻成冰雕。他慢慢走向前，跪在妻儿的面前，心里满是自责，都怪自己没保护好他们。想起之前美好的一家4口，还有刚满月的女儿，他痛彻心扉，决心要为妻儿报仇。要杀他的人居然还没走。男人怒从中来，本想不问江湖事，奈何有人嫌命长。只见他手起刀落，化悲痛为力量，瞬间杀红了眼。要怪就怪你们惹错了人。有人还想跑，一把刀扔出去，直插敌人的心脏。此时更多的敌人包围过来，男人快速转身，捡起地上的苦物和绳子一起绑好。渣子们，接受来自地狱的怒火吧！男人有如神助，越战越勇。顷刻间，周围的敌人在他的苦物下无一生还，解决完小喽啰。男人大喊一声。此时的碧寒正在打坐，为了斩除他的血脉，强大的白锦流氏族连几岁的小孩也不放过，而他已经被仇恨冲昏头脑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不敌碧寒，被自己的苦无刺进身体。况且碧寒已经觉醒体内的奥义，被一刀刺进肩膀，还告诉碧寒让他永远记得这张脸。碧寒解决了他，男人最终失血过多倒下。等碧寒走后，他因最后的执念醒来，仿佛听见婴儿的哭声，原来是妻子在临危之际把小女儿藏在地板之下。来到家门口，只为看妻儿最后一眼。他努力地朝前爬，但还是没能如愿，只能带着不甘和怨恨死去。此时他的龙纹身也消失，上天也知道他的不公，地狱之火焚烧了他身躯，预示着涅槃重生。这时天闪雷鸣，一人带着雷电从天而降，他就是地球的守护者雷神。捡起地上沾血的苦物，看来还是晚了一步。雷神抱起孩子走了出来，这是白锦流氏族的唯一血脉，随后消失在一股雷电之中。而男人也前往了地狱，受尽地狱之火的灼烧，只为报仇。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波佐之半藏。400年后，半藏的血脉传承了下来，他就是靠打拳维持生计的科尔。拳馆内有个叫贾克斯的男人注意到他，看到了科尔身上的龙形纹身。另一边，外部世界召回碧寒，因为有预言说他们会输掉第10场比赛，而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赢了9场，再赢1场就可以拥有地球的控制权。于是巫师让他杀掉地球上所有的守护者。打完拳的科尔带着家人吃饭，没成想天空飘起雪花，什么鬼？这才7月呀！7月飘雪定没什么好事。果然，一个人影出现在黑雾中，他就是碧寒。只见他慢慢抬起双手，无数雪花凝结成冰雹，向地上砸去，行人瞬间受难。科尔见状，赶紧带家人躲到桌子底下。此时贾克斯开车赶来，面对碧寒的攻击，他们也只能开车逃跑。还说之所以你会被追杀，是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龙纹身。话音刚落，碧寒已经在前面等着他们，看来今晚是过不去了。贾克斯让他们去找刀锋索尼娅，自己反手掏出武器，追到一处冰库。他想先下手为强，哪知对手更猖狂，子弹都被冻成冰渣子。几个回合下来，碧寒轻轻一拧，贾克斯的手臂变成了冰棒，只听见咔吧一声，他的手臂已经粉碎，接着被推下楼，倒在了废墟之中。巫师这边也收到消息，大嘴巴美莲娜告诉巫师，碧寒失手逃掉了一个守护者，他让美莲娜加派兵力，并派隐身兽去干掉科尔。而科尔来到贾克斯说的位置，找到刀锋索尼娅，他已经研究龙纹身多年，还抓到一个人渣雇佣兵卡诺，他当时杀死一个武士，龙纹身也转移到他身上。说迟时内时快，巫师派来的隐身兽已经杀到，还扑倒了卡诺，随手抓烂他的脸。索尼娅救人心切，抬手就是3刀。获救后，卡诺连忙感谢他8辈祖宗。不料隐身兽形如迷你版哥斯拉，口中粘液能够轻松融化匕首。卡诺见状，直接上前融化手铐，拿起照明弹一把插在隐身兽的背上。被惹怒的隐身兽伸出舌头抓走了卡诺。两人见情况不妙，科尔扔出一把刀，索尼娅飞身抓住，一把扎进隐身兽的体内，反手被打飞。卡诺趁机拔出刀，一拳贯穿隐身兽。经此一战，卡诺暂时得到索尼娅的信任，还从聊天得知雷神庙的位置。3人乘坐飞机前往雷神庙，不料战神刘康早就等候多时，而他们的功夫在刘康面前就一渣渣，然后赶紧带他们进入神庙。见到了这里的老大雷电之神，雷神见到他们很是失望，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实力和外界对抗。此时科尔站出来，他要保护家人，恳求雷神的帮助。看他意志坚定，决定给他们一次机会。洞外的刘康正在修炼，突然手中火焰熄灭，碧寒已经找到这里，他怎么可能是碧寒的对手？反手被一个冰球砸飞，就在危急时刻，飞出一顶帽子救下刘康。此人正是刘康的表哥空老，但强大的巫师出现在这里，幸好雷神及时赶到，召唤出一道雷电之力，雷电形成强大的结界，为众人觉醒奥义争取了时间。空老陪练科尔，被帽子打飞在地。刘康狂虐卡诺，但他就是不长记性。
没死的贾克斯也装上了机械手臂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卡诺在众人的激怒下，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，还最先觉醒奥义。而我们的男主就尴尬了，不管怎么训练都没效果，还时不时想起家人。雷神知道后非常失望，你是最强忍者波佐治半藏的后代，没想到居然是废柴，直接打开传送结界，让他离开了神庙，回到家里蹲。而外部世界的巫师正集结手下，商议如何打破雷神的结界。手下面具男说他有办法，随后他找上卡诺，在利益的诱惑下，卡诺用他的激光眼烧毁了雷神的法杖，结界解除。下一秒，巫师就带着手下闯入神庙。没觉醒的贾克斯被大铁锤打倒，能瞬移的面具男刘康的攻击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垃圾，被一个瞬移撞飞。没有龙纹身的索尼娅根本就不是大嘴巴的对手，直接被甩飞出去。卡诺趁机补刀，扔飞索尼娅。随后卡诺利用激光眼切断雕像手臂，将他们掩埋。最惨就是蝙蝠女，空老毫不留情，帽子变成切割机床，把它切成了2半。巫师怒了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吸魂夺舍将空老捏在手中，不出片刻，空老就被吸成干尸。回到家的科尔也遭遇危机，外部世界的战力天花板，怪物戈诺。怪物走向科尔，一把抓起他，扔向一边。为救自己的家人，科尔把怪物引向杂物间，但他根本就不是怪物的对手，被一顿狂揍，扔飞出去。突然他看到破裂的柱子，直接撞断，怪物和自己都被埋在底下。但还没完，怪物突然站起，抓起科尔，正要撕碎他时，妻子见状，抄起地上的斧头，砍向怪物的腰子，结果被一拳扇飞。母女赶紧上车逃跑，可怪物拦住了去路。一旁的科尔已经奄奄一息，怪物拿起铁锤猛砸车顶，一把扯出女人。突然，科尔手链开始幻化，黄金战甲包裹全身，手链正是女儿送给他的。看来只有亲情的力量才能让科尔觉醒奥义。就在怪物要下手时，科尔跑去救妻子，却被怪物打飞数十米，但他并未受伤，战甲吸收了伤害。他冲向怪物，拧断他的手臂。愤怒的怪物又对他一顿暴锤，这抗击打能力不是一般的强。随即科尔看准时机，一记上勾拳，打得怪物龇牙咧嘴。怪物使出最强一击，科尔战甲全身变红，能量转换变成一副武器。科尔冲到怪物面前，一刀斩断怪物手臂，2刀切开怪物胸膛，最后一刀了结这人间的罪恶。此时的索尼娅被大石头压住，贾克斯使出吃奶的力也没能撼动分毫。就在要放弃之时，他的奥义觉醒，一副全新的机械手臂让他力大无穷，搬起石头救下索尼娅。此时雷神来到战场，虽然他不能出手，但他打开传送门，守护者再次集结。雷神将苦无交给科尔，说关键时刻可以帮你。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，那就是逐个击破。贾克斯复仇大铁锤，一锤80，两锤160，锤锤暴击，锤爆了大铁锤。索尼娅对付人渣卡诺，虽然他觉醒奥义，但索尼娅一击命中，人渣卡诺激光短路，最后死于话太多。这一击导致龙纹身转移，索尼娅也拥有了超能力。可惜大嘴巴并不知情，张开40米的血盆大口扑向科尔，要咬下他的脑袋。科尔和索尼娅2人的配合，直接让大嘴巴彻底闭上。最酷炫的还属战神刘康，一记神龙烈焰直接送面具男见了上帝。但真正的强敌还是碧寒，他抓走了科尔的家人，拿出他女儿的手链，无情的捏碎。科尔为救家人，追进碧寒的陷阱，看见被冰封的妻子，他怒火滔天，对着碧寒就是猛攻，但还是在碧寒的气息下慢慢熄灭，逐渐被冰封。这时他想起雷神交给他的苦物，从背后拿起，对着碧寒疯狂的乱砍，却被碧寒反手抓住刺向科尔。科尔的鲜血沾上苦物，顿时燃起火焰。就在碧寒要下杀手时，背后一根锁链穿透他的手臂，半藏复活了。后代的血让他从地狱归来，两人几百年的恩怨该有个了结了。只见碧寒凝出大宝剑，两人战力不相上下，但从地狱归来的半藏更胜一筹。摘下面具，还说记得这张脸吗？两人开始2番战，这次半藏身中一刀，飞溅的血液凝结成刃，转身刺向半藏，脚下一踩，瞬间结成带刺的冰墙，狠狠地把半藏砸在墙上。第3番战开始，科尔加入战斗，两人合力夹击，将碧寒甩飞几十米。为了斩除半藏家族，碧寒运用寒冰之力将半藏冰封，转而攻击科尔。现在的科尔奥义觉醒，没几下就刺穿了碧寒的身体。半藏已在地狱觉醒奥义，挣脱手掌，释放奥义之火，一掌震碎寒冰。科尔的妻女也活了过来。随后半藏再次摘下面罩，口吐烈焰之火，将碧寒烧成冰雕，最终倒下。大仇得报的半藏随着火焰漩涡消失无踪。科尔也不再打拳，而是去创业了。去哪里呢？Hollywood